Hello，胖妮儿来喽！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吸引我们的除了妃嫔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曲折复杂的发展之外，还有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服饰。当然，除了美丽的服饰以外，脖子上挂的白布条也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而我们的宫斗冠军嬛嬛，从初到皇宫的小菜鸟，到一路晋升成为太后，脖子上的这个白布条也一点点发生着改变。这到底是个神马东东，又有怎样的作用呢？今天就了解一下这个美丽的艺术品吧。其实啊，在等级森严的古代，人们穿的衣服呢是有严格规定的，甚至从衣服的材料、颜色到长短以及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讲究。清朝这个少数民族王朝，衣着服饰当然也会与历朝历代不同。出于游猎的需要，为了保持脑袋转动的灵活性，他们的衣服基本保持了五衣领的特色，或者说是衣领分离的设计。本来是出于游猎生活所需，但是随着清军入关建立清朝，不再需要以游猎为生，总光着脖子又不太美观，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龙华啦。龙华通常还有两个作用，一方面可以用来御寒，另一方面就是用于遮挡脖子。其装往往刺绣繁复，搭配一条龙华可以形成一种反差美，同时凸显女性的娇美与尊贵，可谓是作用多多。除了作为装饰品，龙华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，它也是作为身份高低的象征。由于后宫中的所有人的衣着服饰都需要按照规定来穿着，否则就是一致，因此可以看衣着来辨别后宫女子的身份。其中通过龙华来辨别便是最为简单且常用的了。在后宫中有身份的女子便可以在龙华上绣上精美的图案，以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。然而这图案并非随喜爱织绣的，也是十分有讲究的。首先，寻常的宫女或者是品级较低的宫中女子，佩戴的龙华都是纯白色的，而且作为寻常嫔妃，她们的龙华上可以绣的图案也都是一些梅兰竹菊之类的花种，而牡丹花象征高贵，能在龙华上面绣牡丹的也只有皇后一人啦。根据位分的不同，她们龙华上面的刺绣也会变多，长度也会比普通的要长一些。就比如我们的嬛嬛，刚进宫选修的时候所佩戴的龙华就是纯白色的，之后慢慢晋升为贵人嫔位，她的龙华上面草了简单的图案。等到从甘露寺逆行回来时，成为了妃子的她，龙华上面的刺绣也多了一些，直到最后成为太后，龙华的长度和图案也变得更加丰富。当然，龙华除了是身份的象征，也为皇帝提供了一种贴心的服务。后宫妃嫔那么多，皇帝偶尔也会迷茫，咦，这个妃子是哪一个宫殿的？看着好熟悉呢，是我前几天宠幸过的吗？哈哈，作为皇帝，后宫的妃子那么多，如果一个认错，岂不是会很尴尬？于是这个时候的龙华作用就会非常的明显啦，它能帮助皇帝辨别嫔妃所居住的宫殿以及他们的位分，甚至还能知道这个妃子是不是被宠幸过。说到这里，龙华的作用还真是很讲究呢，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人这一生要求的或许曾经达到，然而正如流沙射于掌心，终于也都没有了。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，朕躲在正位后面，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。皇额娘，答应过，皇阿玛他是天子啊，朕也是天子，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？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，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！你的眼睛不够亮堂，宫里头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，你竟然猛然不知。好好替朕盯着前程，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。凡人臣者，无公义，成公，那就有劳苏公公。朕听你便是。成公义，这时轻而易举取胜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守宫难，得苦心经营；守公义，中宫难，朕要除他们的法子多的是。若以功造过，要除年羹尧，必致反恩为仇，敦敬。自从来朕忍到这一刻，人情常有，就是为了拔出的时候跟利索。皇兄胜了，胜的好险。朕想起年幼时，额娘不得宠，皇阿玛也不喜欢朕，兄弟之中
没有老13和老17，朕亲近儿子是人君，亦是人父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眼下不能不顾及。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。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，朕对不住你，爹能不懂？朕是皇上，有些事儿不能不保全大局而委屈你，更何况有时候朕自己何尝不委屈？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的。欺骗朕和太后，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？在意朕，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还是朕？臣妾只求能够时时刻刻陪着皇上，不在乎位分父母。不如让支大应伺候皇上午睡吧。还要给朕看他的贤惠，朕就看看。好啊，这情深意重，是帝王家不该有的。不为别的，什么？只为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。帝王将相，后妃嫔御。皇上今日宽容皇后，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。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？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。当日，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事，连老14都算上。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。您再生气也罢，你都不要儿臣了吗？是你要弃朕而去，不是朕不要你，是朕被蒙在鼓里。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，我曾看出你们2人的私情。皇帝，皇额娘，对不起皇妻，快睡吧。手足相残，这样我们孩子连自己的弟不肯放过，从来留情不忍，从来为不若分离的地步。不是儿子要这么做，是他们逼的。不妨告诉竟皇上，然谋逆背叛朕，回宫后在你身边的每一刻，你这个毒妇！每一次与你接触，朕要杀了你！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回不去了，朕与嬛嬛